我们总以为坚持的是原则，厌恶的是无理，但如果有个人3年如一日不交车费，却又总是最早上车最晚下车，他究竟在坚持什么？韩志强第一次见到赵秀琴是在2019年春天的一个清晨，那天凤凰南路口雾气蒙蒙公交站台边的早餐摊还没来得及开张，他刚刚启动35路头班车停在第一站，等待发车时间，车门缓缓打开，一道弯曲的身影颤巍巍地走上车来，一位穿着旧式棉衣、灰白头发盘成一个发髻的老太太，步伐慢却坚定，她没有说话，只是微微一笑，径直走到投币箱前停下，低头翻着随身布包，那只包已经褪色，边角磨损严重，拉链有些卡顿，发出细碎的响声。韩志强以为他在找零钱，是等了一会儿，可1分钟2分钟过去，他始终没把硬币投进去。最终他抬起头，似乎有些迷茫地看了他一眼，然后默默走向后排，坐在靠窗的位置。他皱眉头，但还是没有说什么。那时候他刚满40，是公交车队里出了名的老实人，脾气不大，话也不多，偶尔遇到逃票的他会提醒一句，但如果对方装聋作哑，他也不会强逼他，更习惯用时间和耐心感化那些小聪明的乘客。可他没想到，这位老太太从那天起几乎天天都来上车的时间，站点座位几乎一成不变。他总是在凤凰南路上车，坐到新安医院下车，从不投币，从不刷卡，每次都装作翻找零钱的样子，有时还会轻轻叹口气，然后若无其事地走过去坐下。起初韩志强还耐心提醒过大娘，要不明天带零钱。老太太点点头，眼神真诚的让人不好。责怪第2天第3天她依然如故，他开始怀疑她是不是听力好，又试着加大音量。老太太仍是点头微笑，翻包不交钱，坐下时间一长，连车上的其他乘客都开始议论她是不是精神有问题，年纪大了也不能这么耍赖。有个年轻人不屑地说，这司机是不是认识他啊？怎么从来不管韩志强？听着这些话，心里也不是滋味。他曾几次犹豫着要不要请调度小林出面，但总觉得这点小事闹上去不好。他甚至私下打听过附近派出所有没有走失老人通报，但并没有赵秀琴这个名字。其实他并不是没脾气的人，只是他知道真能坚持3年日复一日的做一件小事的人不多，哪怕这件事在别人看来是逃票，尤其是老人，若不是心里有个执念，又怎么会如此固执？他试着理解。他有一次下雨，他刚擦干前挡风玻璃，老太太就撑着一把破伞上了车间，头湿了一大片，他还是那样站在投币箱前翻包，手指都冻红了。韩志强没说话，只是在他走过去时递了张纸巾，老太太看了他一眼，轻声说谢谢。那是他第一次开口说话，声音干哑而清澈，如冬日晨光。那天之后，韩志强回家路上买一件旧羽绒服，第2天悄悄挂在车门旁的失物招领处。老太太看见后停了一会儿，终究还是没拿车队的实习司机李志刚曾调侃韩师傅，你这不是公交司机是佛心来的。韩志强苦笑，老年人不容易，说不定他有难处。其实韩志强自己也有一个母亲，70多岁，住在他老家，他每月寄钱回去，母亲却总说你自己也不容易，别太操心。我每次通电话，他听到那边咳嗽声，总忍不住心疼。他想赵秀琴或许也有个儿子在外地打拼吧，只是他的儿子已经很久没给他打电话了。这种隐隐的共鸣让他迟迟没有对赵秀琴动怒，只是把她当作一种特别的存在，留在每日的驾驶节奏中。久而久之，他成了这趟线路里固定的一道风景，就像美晨的第一缕阳光，每晚的最后一声广播。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能理解他的宽容。有一天清晨，车刚开到半路，一位中年男人拍着座椅大声嚷嚷，司机你看那老太太又没刷卡，凭什么我掏钱他不掏？车厢一时安静了。赵秀琴没有抬头，只是把手里的袋子抱紧了一些。韩志强沉默几秒，最终说他是老乘客了，有点特殊情况我会处理。那男人啧了一声，回头看着其他乘客，特殊难道我们就不特殊？有人低声附和，有人摇头，也有人干脆下车走路。
那天晚上，韩志强独自坐在值班室，望着办公室角落那把被阳光晒得褪色的木椅，他脑子里忽然冒出一个念头：3年了，他每天上车是否只是因为这辆车是他每天唯一还记得的方向？这一年夏天，气温比往年早早攀升，公交车的空调总是在清晨格外努力地运转，试图压下日渐升腾的暑气，但比起车香的热度，更让韩志强难受的是那越来越密集的议论声。听说了吗？前天的老太太又上车没投币，不是说她儿子在广州工作吗？家里又不穷，这样逃票也太没素质了吧。我看她就是装糊涂，天天坐到医院，可能是去蹭药蹭饭。这些话有的来自乘客，有的来自同事，还有的来自网络，一个叫16小镇的社区论坛贴出了一张模糊的车内监控截图，配文写道：公交成了养老院35路上的熟面孔，3年不投币，司机集体装下。帖子下方评论激烈，有人指责姬纵容，也有人调侃赵秀琴演技派老人特权，这是引起了公交公司高层的注意。调度员林海特意找到韩志强谈话。林海个子不高，说话总是带着几分是探志强啊，你也知道现在网络传播快，公司形象得维护，你有没有办法让这位老人配合一下？韩志强沉默了一下，说他可能不太清楚怎么操作，或者他真的忘了。林海皱眉望3年，那他家人呢？有没有联系方式？我不知道，他从来没说过一句家里的事。那我们可能要请社区或者民政出面了，别到时候上了电视麻烦。那天晚上，韩志强回到家，看着母亲发来的语音：小强最近累不累？妈这边都好，你不用太挂念。他忽然有点鼻酸，他知道自己无法每次都护住。赵秀琴也知道社会的尺度从来不会为一个沉默的老人弯腰太久。接下来的几天，他特意观察赵秀琴，有时他似乎精神不错，能和乘客简单打个招呼，有时却呆坐窗边，像听不见周围的喧哗。有一次他开车途中猛地刹车，一名年轻人差点摔倒，正要发火时，赵秀琴突然站起来，把手中的水瓶递过去：小伙子吓着你了吧，喝点水。车厢瞬间静默，那名年轻人接过水瓶，略显尴尬地说：谢谢奶奶。那一刻，韩志强忽然觉得这位老太太就像一株年久的老树，尽管枝叶稀疏，却依然想为别人挡一点风雨。可这片风雨却越来越大。有一天清晨，赵秀琴照常上车，刚一坐下，几个乘客就小声议论起来：他来了，看看今天有没有投币。一名穿西装的中年男子忍不住走到前排，对韩志强说：司机他刚才没投币，我看见了。韩志强握紧方向盘，低声说：我知道，那你打算怎么办？会记录下来。男子冷哼一声：记录没用，你们放纵他就是纵容不公平。那一整天，韩志强心绪不宁。回到车队时，他在办公室角落发现一个信封，封面写着投速信35路驾驶员处理不当，纵容逃票落款，是匿名，但他认得那熟悉的字迹，正是那位穿西装的男子。第二天早上，赵秀琴再次出现在车站天边刚饭。出于肚白，他依旧提着那只布包，步伐缓慢，却一如既往。上车时，他对韩志强点点头：早啊，小伙子，早。他翻了翻布包，没有找到什么，犹豫了一下，又走到他熟悉的位置坐下。这一幕被坐在后排的一位女乘客拍了下来，上传到短视频平台，配文是：今天也没投币的赵奶奶公交车的免费乘客视频，短短15s，却在一个上午内播放过10万次，留言区一片混乱。这老太太太过分了，司机应该下车赶人给她留情面，她却当习惯。也有少部分人表示同情，可能是年痴呆，也许他有苦衷。那天中午，公司下发紧急通知，35路线路加强管理，所有乘客必须刷卡或投币，无一例外，并调派人员进行突击检查。韩志强回家时，母亲给他发来一张旧照片，照片中是他小时候坐在公交车上笑得咧嘴，身边是一位满头银发的老太太，正是他已去世的外婆母亲的留言，只有一句他那时也常忘投币，但司机总会笑着说没关系，下次记得就好。他握着手机，眼圈发热。第二天，他提前来到总站，趁着没人在驾驶座旁贴上一个小纸条，温馨提示：若不熟悉投币或刷卡操作，请提前告知司机，车上可提供帮助。赵秀琴那天还是准时上车，他看了看那张纸条，嘴角动了一下，似乎想说时
最终还是没说，车子缓缓驶离凤凰南路，晨光透过窗户照在他斑驳的发丝上。他闭着眼睛靠在车窗边，像是熟睡，又像是梦回多年前的某一站韩志强。一边开车一边想，如果一个人不是忘记交钱，而是忘记了怎么交钱，那他的错究竟算不算错事情？真正发生转变是在一个普通却并不平静的上午呢。天车上人不多，韩志强正在凤凰南路例行发车，赵秀琴依旧是第一个上车。她今天穿了一件蓝色旧毛衣，边角已经有些脱线，身上还背着一个装满东西的布袋。她一如往常的在投币箱前翻找，最后什么也没掏出来，低头走向她的位置。韩志强轻声说了句：“赵奶奶今天备了不少东西啊。”赵秀琴没回话，是抬眼看他一眼，眼神里多了一点复杂，像是歉意，又像是不安。那一刻，韩志强心里泛起一种莫名的预感，像是有什么事情快要发生了。车开到第3站时，一名穿着灰色夹克的男子上车，动作匆忙，低着头刷了一下，就卡坐在靠近后门的位置。他坐下不久，就开始四处张望，不时靠近其他乘客。韩志强透过后视镜看见，心里微微警觉。他见过这种眼神游离不定，像是在寻找什么目标。车子到达下一站时，车上人逐渐多了起来，空气开始有些嘈杂。突然车厢传来一声大喊：“我的钱包不见了！”一名女大学生站起身，手忙脚乱地翻着背包，脸色煞白。刚刚明明还在的所有人的目光顿时聚焦，她慌张地看向四周身因带着哭腔，我刚才就坐在他旁边。他指向那个灰色夹克的男子，男子一脸无辜：“你别乱说啊，我什么都没动。”眼看车厢气氛越发紧张，韩志强正准备从驾驶座起身处理，突然赵秀琴站了起来，是他用不大的声音却异常坚定地说：“我看见他把手伸进了女孩的背包里。”一时间车厢安静到只剩下车轮的声音。灰衣男子脸色骤变，吼道：“你个老东西，瞎说什么呢？别乱冤枉人！”但赵秀琴没有退缩，她走到男子面前，尽管身形瘦小，眼神却异常坚定。“我虽然老了，但我眼睛还没瞎。”他转头看向韩志强司机同志：“麻烦报警。”这一幕像一道闪电划破所有人对他的误解。曾经那个3年不交车费被指责赖账的老人，此刻却站在车厢中间，像一位守护者，替大家挡住了隐形的危险。韩志强立即按下了报警按钮，同时安抚乘客：“大家别动，警方很快就到。”几分钟后，警察赶到，将男子带走。大学生找到钱包时，脸上泪痕未干，抱着赵秀琴说：“奶奶，谢谢您，谢谢您救了我。”那一刻，不少乘客眼中都泛起了泪光。赵秀琴拍了拍他的手，轻说：“坐车要小心，别再丢三落四了。”下车前，有一位男乘客悄悄在司机座旁留下一句话，那个老太太其实挺让人佩服的。那天中午公司召开临时会议，还把这件事详细上报给上级领导。一位中层感慨地说：“这个老太太虽然逃票，可她做的事谁也没做出来。”于是公交公司内部讨论是否可以对她授予建议永为乘客奖，但刚讨论完不到2天，网络上又爆出他仍未补票的监控截图。公司高层担心舆论反弹，迅速取消了这个决定。韩志强知道后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。他没有告诉赵秀琴，也没有表露情绪，只是在心里悄悄把这件事记下了。那晚他加完班回家，忽然收到一个邮件，是一所初中的校长发来的，标题是关于公交奶奶的演讲，邮件附上了一段学生演讲的视频。视频中，一个扎着马尾的小女孩站在讲台上，清脆地说：“我想讲一位我亲眼见到的英雄。”一位奶奶在公交车上勇敢制止了一个小偷，她穿着普通，说话温柔，但她比很多大人还要有勇气。视频最后，小女孩说了一句话：“也许她不是大家眼中的完美市民，但在我眼里，它是一盏灯，让我看清什么叫做责任。”韩志强看完后眼眶湿润了，他靠在椅背上，脑海中浮现赵秀琴站起身时那坚定的一幕。他不是完美的乘客，不是规矩的市民，但他是个值得敬重的人。第二天，他依旧准时上线运营车，开到凤凰南路时，赵秀琴照常上车。他今天穿得整整
齐头发也梳得利落，脸上还带着淡淡的微笑。赵奶奶今天精神不错啊，她笑了笑，轻声说：“我孙女昨天打电话给我，说她看了新闻，说奶奶是英雄韩志强。”一愣，随即笑了。他说的没错，他没有再提醒他投币，只是在他走过投币箱那一刻，轻轻对自己说了一句有些善意，不必通过几块钱来衡量公交车继续。是啊，前行阳光洒在玻璃上，照亮了赵秀琴脸上的皱纹，也照亮了车厢里渐渐恢复的尊重与温情。赵秀琴的见义勇为并没有让一切回归平静，反而成为颗被放大的石子落入湖心，激起更多波澜。几天后，公交公司接到媒体采访请求，说想拍摄一组民间英雄系列专题，把公交奶奶的故事呈现出来。韩志强被问及时，第一反应是犹豫。他知道赵秀琴虽然做了令人敬佩的事，可她的逃票问题依然是事实。一旦媒体报道放大了她的正面行为，舆论又可能反。但一个不守规矩的老人却成了英雄。最终公司高层拒绝了采访请求，还下达了更严格的通知：乘客上车必须投币或刷卡，所有司机需全程录制车厢间。说控如发现违规未处理，将追责当班人员。于是那天开始，韩志强感觉自己的方向盘变重了，特别是在一个清晨，检查组突击抽查35路线路，赵秀琴像往常一样上车，走到投币箱前翻找几秒，然后默默坐下。检察员一眼看见，立刻大声喊：“这位乘客请出示车票或刷卡记录。”赵秀琴被喊得一愣，回头看了看，眼里闪过一丝迷茫。我儿子给我充过钱的检察员不依不饶：“那您刷卡了吗？没刷卡就是违规乘车。”韩志强忍不住说：“他可能不太会用了。”那不能当理由。每位乘客一视同仁，车厢里的气氛瞬间紧张起来。有人低声议论：“看吧，英雄终究还是赖账。”检察员开始登记赵秀琴的身份信息。赵秀琴慌了，声音开始颤抖：“我有卡，我有的，我儿子他告诉我放在包里了。”他慌乱地从布包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公交卡，试图去刷，但机器已经不识别旧卡。检察员冷冷说：“这卡失效了。”赵秀琴眼神空洞地望着韩志强：“不是说有钱吗？我记得他跟我说的。”这一刻，车厢安静到连发动机的轰鸣都显得遥远。韩志强看着他，忽然心口一紧。他忽然想起3年来他从没换过卡，从没更新操作。或许他根本不知道现在的系统已经变化。赵秀琴手里还握着那张卡项，握住了根救命的绳索。他低声重复着：“我儿子每个月都给钱的，我不是不要给我，只是不会。”乘客中有人开始不耐烦，又是这一套。一个脾气火爆的男乘客站起来吼道：“司机，你管不管这种人？再惯着，迟早有更多人学他。”韩志强终于开口，声音却不再坚定：“我会记录上报。”车厢内鸦雀无声，赵秀琴站在那里，像一座被冷风吹得微微摇晃的石像。就在这时，他手中布包掉落在地，散开的杂物滚了一地，一本破旧的日记本摔开，一张揉皱的纸条飘了出来。纸条上写着“YY”是扭扭的几个字：“上车后要刷卡，卡在钱袋，不要忘记。”众人看见那张纸条时，有人沉默了，有人皱眉，还有人悄悄转过头去。赵秀琴愣愣看着那张纸条，嘴唇微颤动，像是想说什么，却什么都没说出来。他缓缓弯下腰，手抖得厉害，久久也没捡起那张纸条。韩志强快步走过去，蹲下帮他拾起。“赵奶奶，慢点，别急。”秀琴低声说：“这是我儿子写给我的，他说我总忘事，让我每天看这张纸。”韩志强将纸条轻轻塞回他布包最前层，忽然感觉包里还有别的什么东西。他小心翼翼地打开夹层，抽出一叠陈旧的充值凭证，一张一张，从2019年到2021年每月都有金额，几乎都是300元整。那一刻，他的眼眶发热，他终于明白赵秀琴并不是不愿意交钱，她只是真的忘记了怎么交。这一切都不是借口，而是一种病。她想起自己母亲去年在电话里说：“我那天忘了你生日，是不想记，是记不住了。”那一瞬间，韩志强感觉心里像裂开一道缝光，从里面流了出来，也带着疼。赵秀琴没有哭，她只是用一种近乎平静的声音说：“我记得。”
他告诉我卡里有钱够用很久，我怕忘了就写下来放包里，可是我还是忘了。车厢里有人开始低头，有人把手机收了起来，有人轻轻叹息，检察员不再说话，只是点点头，把登记单撕掉，说记录取消。赵秀琴坐回座位时，眼中已经不再有惊慌，只剩下隐隐的疲惫。韩志强站回驾驶位，看着窗外快速倒退的街道，说心里却翻江倒海。他知道他不能再装作无事，他要做点什么。那天晚上他回到家，坐在书桌前，打开电脑，开始写一份特殊乘客建议报告，标题是关于阿尔茨海默症患者公交乘车支持机制的建议。他写下赵秀琴的故事，附上他的字条照片，充值凭证，车载监控截图，字字句句都带着温度。最后一行他写道，记忆会模糊，但善意不该模糊。几天后，公交公司召开了一场内部会议，会议室不大，墙上挂着服务民众、温暖城市的标语，桌面上摊着几份厚厚的打印资料，其中一份正是韩志强写的报告。这是一次必要的提醒。公司副总说，我们以前太关注规矩标准，却忽略了一部分特殊人群的实际困难。林海低声补说，冲向赵秀琴这种阿尔茨海默症患者，他们不是不守规矩，而是忘了规则存在。会议最后，公司决定试点推出记忆友好公交乘客服务，包括张贴图文并茂的刷卡流程、提示设立记忆提示卡粘贴位，甚至为部分特殊老人发放简易语音卡，只需靠近刷卡器便会自动播放提示音。而35路成为首个试点。线路那天上午，韩志强正在车上准备发车，调度员林海特地跑过来递给他一个塑封袋，这是赵奶奶的专属卡，他儿子今天特地从广州赶回来，说想亲自把它交给他。卡片是一张特制公交卡，正面是清晰的大字赵秀琴女士，记忆支持卡背面则印有刷卡指引、紧急联系方式，还有一行温暖的提示语，记得是或不记得都是我妈。赵志国比照片里更清瘦一些，眼角带着风尘仆仆的疲惫。他见到韩志强时连连鞠躬，师傅真是谢谢您。韩志强摆摆手，不用谢，是我们该做的。其实他一直在坚持，只是方式让人误解了。赵志国的眼眶湿了，我每个月都给他充值，但我不知道他连怎么刷卡都记不住了，每次打电话他都说我记得你说的话，可现在我才知道他记不住的太多。那天中午，赵志国陪母亲一同坐上35路，他坐在他旁边，一边指导他刷卡，一边低声重复，妈，这就是新卡，您拿着他车子一响就说明成功了。赵秀琴笑着点点头，把卡贴在胸前的绒布袋里，小心翼翼地扣上。他没再翻包，也没再迟疑，刷卡器滴的说，声清脆悦耳，全车的人都听见了。这声音不约而同地望向他。韩志强望着他，心中一股暖流缓缓涌起。车子开动时，阳光洒进车窗，穿过他斑白的发丝，在座椅上洒下一圈柔和的光晕。此后，赵秀琴依然每天乘坐35路，从凤凰南路到新安医院，从不间断。但这一次，他总会第一时间拿出那张卡，刷过之后还会看向司机位置，点头微笑，谢谢你师傅。而韩志强总是会回以一笑，慢慢来，不着急。新的制度逐步推行，越来越多的公交车上贴出记忆支持标识，有更多司机接受了同理心服务培训，城市变得柔软了一点，像老墙角开出的一簇野花，在意料之外却格外动人。几个月后，一家本地电台采访赵秀琴的故事，以公交奶奶的卡片作为题目，引起广泛关注。有市民留言说，原来我们不是缺少规矩，而是缺少对特殊的温柔。还有网友提议在公交卡上开设家属辅助标识栏，以便家人远程查看使用情况。在那期节目最后，主持人念出一封匿名来信，他的坚持从未动摇过，不是因为记得规则，而是因为记得他的方向。公交车是他每天最确定的归属感，而有人愿意等他学会，也愿意替他遮风挡雨。这份坚持本身就是一种了不起的信任。这一年冬天来得比往年早，街头的梧桐树叶落了一地。某日清晨，韩志强照常出车，天刚蒙蒙亮，凤凰南路站台出现一个新面孔，是位年轻女孩，手里拿着红色包裹。她上车后礼貌
的问：“请问赵奶奶今天不上车吗？我是她邻居，她这几天身体不太舒服。”韩志强微微一愣，点头说：“谢谢你告诉我，我会挂念她的。”那天车上的广播刚好播放一首老歌，旋律缓慢，歌词温柔，像极了岁月的步伐。韩志强忽然意识到，公交车上不只载着乘客的身体，也载着他们的记忆、期盼与孤独。他望着窗外青色舞的晨雾，忽然明白，有些路虽然重复，却值得我们一遍又一遍地走，因为在这条路上，总有一个人在努力记住回家的方向。又是一年春天，街头的玉兰花悄悄开放，空气中带着点点湿润与温柔。35路公交依旧每天准点发车，韩志强也依旧坐在他熟悉的位置上，只是赵秀琴已经有些日子没再出现。他上一次上车是在一个雨后的早晨，撑着一把印着黄色菊花的旧伞，颤颤巍巍地走上车来。那天他忘了带卡，但他记得微笑，记得点头，还记得对他说句今天下雨，你路上小心。那一句简单的叮嘱，如今成了他记忆中反复浮现的句子。后来他听说他因肺部感染住进了新安医院，儿子赵志国从广州请师了长假陪他住院，照顾他吃药换衣洗脸。医院护士说老太太很安静，总是在窗前坐着发呆，但只要有人提到公交，他就笑。那段时间里，35路车厢仿佛少了一道熟悉的影子。韩志强总会不自觉地往后视镜里看，习惯性地留意那个靠窗第3排的位置。他发现自己已经不是单纯的包容赵奶奶，而是把他当作这个城市温度的象征。有一天傍晚，车队里来了个新司机，年轻气盛，问他：“韩师傅，我听说你以前放一个老太太3年不交钱都没管你，就不怕上级找你麻烦？”韩志强没有立刻回答，只是平静地说：“当你见过一个人在风里雪里都坚持上车，只是为了走一段他记得的路，你就会明白，有些规矩是给懂得规则的人立的。”新司机愣住了许久，才说：“那他后来怎么样了？”韩志强没有回答，只是把一张泛黄的纸条递给他，上面依然是那行歪歪扭扭的字迹：“上车后要刷卡，卡在钱袋，不要忘记。”他轻轻地说，这张纸他每天看，却还是忘了，但他从没忘记要上车。几天后，赵志国带着母亲出院，他特地来找韩志强，说亲状态好多了，但医生建议他们搬到环境更安静的地方休养。我打算带他回老家，在那边修个小院子，种点花，他喜欢玉兰花。他说凤凰南路也有一棵，每次等车他都会看一眼。韩志强点点头，久久没有说话。他知道这次或许是最后一次见到他们。临别前，赵秀琴坐在副驾驶的轮椅上，忽然看向韩志强，眼神清明，声音温柔：“小伙子，今天几点发车呀？”韩志强一愣，随即笑了：“还早呢，赵奶奶，你今天不赶时间。”赵秀琴笑着点点头，眼中带着某种解脱般的安然。他轻声说：“那好，我就在这儿等。”阳光洒在他肩上，像是多年压在肩头的疲惫，终于随风散开。他们离开的那天，韩志强把那张纸条和他的旧公交卡一起放进了车上的记忆箱，一个为失智老人准备的小盒子，里面有几十张来自不同家庭的卡片、字条、照片和留言，每一张都是某个家属写给未来的遗忘。记忆箱旁贴着一句话：“如果你不记得了，我会替你记得。”公交车继续在这座城市穿梭，每天上下几千人，有人疲惫，有人匆忙，有人沉默，但在35路车上，偶尔有人看到那个记忆箱，停下来看看，然后默默投下一枚硬币。有一次，一个小女孩问妈妈：“这个箱子是干什么的？”妈妈轻轻说：“是为了让忘记的人也能有被记住的权利。”那一天，韩志强又照常出车，他从凤凰南路驶向终点站，窗外人来人往，街道依旧熟悉。他忽然想起一句赵奶奶曾经说过的话：“我每天坐这儿趟车就像走一段心里最清楚的路，哪怕有一天我什么都不记得了，我也记得这车会带我回家。”韩志强望着远方，轻声念了一句：“赵奶奶，今天风很暖。”凤凰南路的玉兰开了。你觉得刚刚的故事怎么样？欢迎在下方留言分享你的想法。现在我要继续讲一个同样精彩的故事，不过在此之前别忘了点赞影片并订阅频道来支持我哦，一起来探索吧。这是王文之来到这座城市的第3个月，每天早上6点，他都会准时出现在商场的清洁区，提起拖把，开始一天
清扫工作50岁的他，头发早已斑白，额角的皱纹仿佛刻着过往的风霜，双手布满老茧，粗糙的像老树皮。这是他在外奔波12年的见证。他原本住在离这里300多公里外的小山村，丈夫王继明在村里开了家小卖部，生活虽不富裕，却也平静安稳。12年前，他们还有一个漂亮的女儿，叫王小雨。那时候的小雨16岁，灵动水嫩，是村子里出了名的美人，胚子伶俐，都说这孩子将来必定有出息。王文之也总爱跟街坊邻居夸自己女儿成绩好，说她一定会上大学走出大山，但王继明却不这么看他，一口咬定女孩子读那么多书干啥，早晚还不是要嫁人。这话几乎成了他的口头禅，在他眼里，女儿大了就该找个好人家定亲继续读书，不过是浪费钱。小雨上高一时，成绩排在全班前3，班主任专程来家里找王文之，说这孩子有望考上重点大学。那一晚，王文之高兴的整宿没合眼，天一亮就赶到镇上给女儿买了个新书包。可谁知这件事被王继明知道后，他顿时大发雷霆，考什么大学？老李家的儿子看上小雨啦，人家条件不错，趁早把这门亲事定下。他的话不容置疑。王文之着急道：“他才16啊！”王继明却挥了挥手：“村里姑娘哪个不是这岁数就订婚的？就这么定。”是了。那天晚上，小雨哭着跑进王文之的房间：“妈，我不想嫁给老李家那个傻儿子，我要读书，我要上大学。”王文之听得心如刀绞，却只能紧紧抱着女儿哭。他在家里没什么话语权，王继明脾气火爆，发起火来谁也拦不住。第二天，老李家果然登门提亲，小雨坐在屋里，泪水默默往下掉。王继明笑着与老李头对饮，谈着彩礼的数目，我闺女水灵着呢，10万彩礼不能少。王继明喝得脸红脖子粗。就在这时，小雨突然站起身来，指着父亲大喊：“我不嫁，我死也不嫁给那个啥！”子只听啪一声脆响，王继明一个耳光扇了过去，小雨踉跄后退几步，捂着脸，眼里写满绝望和愤怒。王文之想上前拉她，却被丈夫狠狠地瞪了一眼：“你别多管！”当晚2点，王文之起夜路过女儿房间时，习惯性地看了一眼房门，虚掩床铺空荡，他的心顿时吊了起来。他赶紧叫醒王继明，两人翻遍房间，最终在枕头下找到一张纸条：“爸妈，我要去城里闯闯，别找我，等我混出个样子了，我会回来的。”王继明看完怒不可遏，将纸条撕成碎片。这个白眼狼养他16年，说走就走。王文之抱着女儿留下的衣服，哭得肝肠寸断：“小雨，你到底去了哪里？”从那天起，他踏上了漫长的寻女之路。最初他还心存希望，小雨从未离开过家，应该也走不远。他拿着女儿的照片，一家家打听，从火车站问到汽车站，从网吧问到商场。“师傅，您见过这个女孩吗？”“没见过。”“大姐，这是我女儿，她离家出走了，没印象。”1个月下来，王文之瘦了10几斤，嗓子也哑了。王继明最初还陪他找了几天，后来便不耐烦了，他自己要走的，随他去那儿。“是你女儿啊！”王文之气愤至极：“女儿怎么了？就能任性让全家人担心？”王继明冷冷一笑：“我不管了，你愿意找你自己找。”王文之咬咬牙，独自踏上征途。他走遍了周边3个城市，把积蓄都花光了。有时在街头看到一个背影像小雨的他，会追着跑几条街。曾有一次，他在一座城市的步行街看到一个极像小雨的女孩，追上去一看，却发现对方还未成年。“阿姨，您认错人了。”小女孩被吓得直后退。王文之连声道歉，失落像海水一样漫上心头。他还遇到过骗子，一个自称专业寻人的男人说能找到小雨。他仿佛抓住了救命稻草，把仅剩的5万元交了出去。半个月后，那人音讯全无，报警后才知道，那骗子早已人间蒸发。那段日子，王文之以泪洗面前可以再证，可女儿的下落依旧是个无底的深渊。最令人绝望的是，在第3年，他在一所城市医院遇到一个昏迷的女孩，从背影看，那孩子和小雨太像了。他守了3天3夜，直到女孩醒来，才发现认错人了。女孩的父母赶到时，误以为他是人贩子，差点报了警。那一刻，王文之觉得自己快疯了。到了第5年，他与王继明的关系彻底破裂。“你还要找到什么时候？你看看这个家还像家吗？”王继明怒指空荡荡的房间。的确，这个家早已面目全非。王文之年年外出，是
寻找小卖部也早已关门，王继明一人撑着生意，又要做饭洗衣，心中积怨如山。小雨是我女儿，我不能不找。王文之的声音嘶哑，她把我们当父母了吗？走的时候头也不回，5年了，一个电话都没有。她还小，她都21了。王继明怒不可遏，我告诉你，要是你再这么找下去，这个家就完了。那晚两人大吵一架，碗也摔了。王文之哭着跑出家门，被邻居李婶拉到家里安慰。文之继明说的也有点道理，你这样找下去不是办法，万一小雨过得好好的呢？王文之哭着摇头，可我放不下，我做不到啊。李婶长叹了一口气，语重心长地说道，作为一个母亲，我能理解你的心情，可你也得为自己想想，为这个家想想啊。你和继明感情那么好，别为了这件事让家破人散。王文之回到家，看到王继明正坐在门槛上抽烟，淡淡的月光洒落下来，他的背影在夜色中显得格外孤单，仿佛被时间遗落的一道剪影。他的心猛地一软，悄悄走过去，坐到他身边，轻声说，继明，我们重新开始吧。王继明掐灭手里的烟头，声音低沉却坚定，小雨的事就放下巴，他已经长大了，有自己的路要走，我们不能因为一个不知道在哪里的人把眼前的生活全都毁了。王文之默默点头，泪水却不争气的再次滑落字。那以后王文之确实安静了许多，他重新打理起小卖部，和王继明的关系也逐渐缓和。然而他的心里始终像缺了一个洞，那个洞叫小雨。每年小雨的生日，他都会亲手做一大桌子菜摆进女儿的房间，一边摆放一边轻声说着话，告诉女儿家里的近况，问她在外面过得好不好。王继明看在眼里，心疼又无奈。到了第8年，王文之心中那点希望又被点燃。那时网络渐渐普及，他听说网上可以发布寻人启事，便让村里的年轻人帮忙把小雨的照片发到网上。没想到消息一发出，各种线索像雪花一样飞来。有人说在某个城市见过小雨，有人说在某工厂见过，还有人说他曾出现在夜场。王文之激动得不行，拿着这些消息四处奔走，但每一次都是希望落空有的，甚至只是恶作剧。有一次他按照网友提供的地址赶到一个工厂，厂长告诉他那女孩早就离职了，而且本不是他的女儿。他在工厂门口站了很久，看着来来往往的年轻人，心如死灰。就在这时，他接到了王继明的电话，他的声音异常冷淡，文之，你什么时候能回来？家里出事了。王文之顾不上多想，急忙赶回家。只见王继明躺在床上，脸色苍白。邻居说他突然晕倒，是李婶校用车送他去医院的医生诊断是过度劳累，心情郁结，身体已经吃不消了，必须好好静养，不能再操劳。看着病床上的丈夫，王文之的心彻底软了多年。许女她几乎忽略了身边这个始终默默支持她的人。王继明老了，头发白了，背也佝偻了。继明，对不起。王文之紧紧握着他的手，眼泪止不住的流。王继明虚弱的摆了摆手，声音低哑却温柔，文之，我们都老了，是时候为自己活一次了。那一刻，王文之终于下定决心，不再继续寻找小雨。他把女儿房间里的东西一件件收拾好，锁进了一个木箱。每当思念涌上心头时，他就会悄悄打开箱子，看一眼那些衣服和照片，然后再默默合上，想封存一个梦。王继明的身体慢慢好转，日子也重新归于平静。只是王文之的心里总觉得空落落的，像少了某个零件似的。这样的生活持续了4年，他以为自己已经彻底放下了，没想到命运却悄然伸出了手。那是今年春天，村里来了个收购农产品的商人，他说城里的大型商场正在招清洁工，工资不错，包吃包住，年纪稍大也没关系，主要是踏实肯干。王文之心动了，他已经在村里闲了4年，总觉得日子空荡荡的。如今王继明身体好了，小卖部他一个人也能应付，我想去试试。她对丈夫说。王继明沉默了片刻，点了点头，去吧，换个环境也好。他知道王文之嘴上说着不找了，可心里那份挂念从未消失。去城里工作或许还能碰见点什么。于是王文之来到了这座城市商场，很大，有5层楼，每天人流如织。他负责1楼的清洁工作，扫地、拖地、擦玻璃、倒垃圾。虽然辛苦，但还算能应付。商场提供了宿舍，他和几位年龄相仿的女工一起住大家。
相处的还不错，闲暇时聊聊家常，但王文之从不提起。女儿只是默默做事，可她的眼神总是不由自主在人群中游移寻找那熟悉的身影。第2个月某天，中午，王文之正在擦1楼的玻璃门，忽然看见一个年轻女人走进来，穿着白色职业套装，踩着高跟鞋，长发如瀑，侧脸一瞥，简直和小雨一模一样。他的心脏骤然跳动，手中的抹布啪一声掉在地上。他偷偷跟着那女子，想看清正面。女子走到化妆品柜台，与导购交谈，王文之则躲在柱子后面，眼睛一刻也不敢眨。当女子转身的那一刻，王文之差点失声叫出来，那张脸，眼睛、鼻子、嘴巴，甚至嘴角那颗小痣，几乎与记忆中的小雨重叠。可是眼前这个女人早已褪去少女的青涩成熟，时尚光彩照人。他犹豫了，想确认，又怕认错，更怕若真的是小雨，他却不认自己，该怎么办？那女人在商场里转了一圈，最终走出大门，上一辆出租车。王文之一直跟到门口，只能眼睁睁看着车远去。那晚他辗转反侧，脑中一遍遍回忆那女人的模样，越想越觉得是小雨。第2天开始，他更加留心，每天盼望着再遇到那张脸。但半个月过去了，那个女人再也没出现。他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看错了，毕竟世上长相相似的人那么多，他不能见谁都以为是女儿。直到第3个月的第1天，那女人再次出现。这一次王文之早已准备好，假装在附近打扫。仔细观察，他注意到这女子走路的姿势特别熟悉，略微内八，步伐轻快，和小雨小时候一模一样。她还有一个小动作，摸头发的方式也和小雨如出一辙。更重要的是，她的左臂上若隐若现有个心形的胎记，那正是小雨出生时就有的印记。从小就有一种直觉，这次女人在商场里停留的格外久。他跟踪她上上下下逛了好几个楼层，最终她在3楼的一家美容院停了下来。王文之远远地注视着，看到那个女人和美容院里的工作人员熟络得像老朋友，甚至更像是员工下班后。王文之心中疑窦丛生，悄悄溜上3楼，在美容院门口徘徊，隔着玻璃门望进去，只见那个女人正娴熟地给客人做护理，动作优雅专业。请问需要什么服务？前台小姐微笑着问王文之。忙摆手，我就随便看看。那您可以进来咨询一下，我们的项目很多哦。前台依旧热情不减。王文之犹豫片刻，还是摇摇头离开了。他怕一时冲动，若认错了人那该有多尴尬。可回到宿舍，他心中越想越不是滋味，最终下定决心，明天一定要搞清楚这个女人的身份。第2天一大早，王文之又回到了那家美容院。他鼓足勇气踏进去。阿姨，你想做什么项目？前台甜美的笑着问我。我想做个脸部护理。王文之紧张的回答。好的，请稍等，我让小张来给您服务。听到小张这个名字，王文之心跳加快，既希望那女人就是她，又怕真的是她。几分钟后，一个年轻女人走了出来，正是王文之昨天远远看见的那个人。阿姨您好，我是张小雨，今天由我来为您服务。女人微笑着介绍。王文之差点站不稳。张小雨，这个名字多像小雨啊！您叫什么？他颤抖着问道。张小雨。女人再次重复看着王文之的眼神中多了些疑惑。阿姨您还好吗？脸色不太好。王文之勉强压下情绪。没事，咱们开始吧。护理过程中，王文之眼睛一刻也不离开张小雨手的轮廓，说话的腔调，还有那些下意识的小动作，无一不和记忆中的小雨重叠。最关键的时刻到了，当张小雨卷起袖子，王文之看清了她左臂内侧的胎记，一个心形的红色印记，位置和形状分毫不差。那一刻，王文之几乎脱口而出小雨。张小雨一愣。阿姨您叫我什么？我没事儿。王文之急忙掩饰过去。做完护理后，王文之匆匆结账离开，内心激动的几乎无法用言语形容。12年了，他终于找到了失散的女儿。可如今女儿名叫张小雨，而不是王小雨，他完全不认得。他把她当作普通客人，他改了名字，有了新的人生。他多想冲上去拥抱。他说他找了他整整12年，可他又害怕，他拒绝，害怕，他怨恨。当晚，王文之拨通了王继明的电话。继明，我找到小雨了。话还没说完，泪水就夺眶而出。什么？你确定？王继明的声音也带着颤抖。确定，绝对确定。他胳膊上的胎记还有样貌是
一模一样，但他不认得，我还改了名字。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，王继明才低声说：“文之，你一定要冷静。12年了，他可能早已有了新的生活，你不能贸然打扰。她是我女儿啊！”王文之哭得几近崩溃。我知道，我也心疼，但当年是我们伤了她，她才离家出走的。现在她过得好，我们不能因为自己的愧疚就打破他的平静。王继明的话如一盆冷水，将王文之的情绪稍微平复。当年的确是他们的错，逼她嫁人，她才忍无可忍离家出走。那我该怎么办？王文之问。先别着急，先观察她的生活。如果她过得好，我们就远远守护；如果她遇到难处再出现。王文之觉得这话在理，决定静观其变。接下来的1个月，王文之每天都找借口上3楼，他发现张小雨是美容院的高级美容师，手艺精湛，客人对他评价极高。他穿着时髦，说话自信，和同事相处融洽，时不时就传来笑声。可是文之也注意到张小雨的眼神里常常浮现一丝无法言说的忧郁，尤其在安静时，他会望着窗外发呆，那目光空洞的让人心疼。王文之越来越想知道这些年女儿到底经历了什么，才会有如此哀伤的眼神。他再次鼓起勇气，多次去做护理，每次都是张小雨接待2人，逐渐熟络。阿姨，您是哪里人？张小雨一边敷面膜一边随口问我，从乡下来的，在楼下做清洁工。王文之小心地回答。乡下挺好的，空气新鲜。张小雨语气中带着一丝羡慕我，小时候也在乡下长大。王文之心中一紧，你也是乡下的嗔，不过后来就出来了，在城里待久了，有时还是挺想家乡的。张小雨目光有些飘忽，那您为什么不回去看看？王文之试探问。张小雨手顿了一下，又继续工作，回不去了。为什么？没什么，只是时间久了。张小雨轻描淡写的转移了话题。阿姨，你有孩子吗？王文之点点头，眼泪差点掉下来。有个女儿，多大了？28了。王文之算了算，小雨现在的年纪也是28，刚刚好。她现在做什么？张小雨好奇问。王文之沉默片刻，她不在身边，在外地工作吗？是啊，已经很多年没见了。王文之苦笑。张小雨若有所思的点点头。做父母的不容易，总担心孩子。是啊，尤其是女孩子在外面，谁知道过得怎么样，有没有受委屈？王文之感叹。张小雨的动作又停顿了一下。阿姨，您女儿是因为什么离家的？这个问题让王文之一时语塞。她总不能说是逼婚吧？年轻人有自己的想法吧，跟家里有点分歧。他模糊地答。那您后悔吗？张小雨忽然问。后悔什么？后悔当初没有支持他的决定。这个问题太尖锐了，王文之一时间无从回避。他沉默良久，最终低声说出一个字：后悔。王文之的声音轻得像一缕风，带着深深的悔意。如果能重来一次，我一定会支持他。张小雨没再说什么，默默专注地为王文之做护理，但王文之敏锐地感受到他的情绪发生了变化，像是一朵骤然凋谢的花，变得沉重又压抑。护理结束后，王文之走出美容院，心里五味杂陈。他觉得张小雨似乎知道些什么，但又说不准。晚上回到宿舍，王文之辗转反侧，翻来覆去睡不着。他在想，是不是应该直接向张小雨摊牌，但又担心女儿无法接受这个突如其来的真相。第2天，王文之又去了美容院，这次他下定决心要更直接一些。小张，我能问你一个私人问题吗？王文之一边接受护理，一边小心翼翼地开口。你家人现在还好吗？张小雨的手明显颤抖了一下。什么意思？我是说，你父母还好吗？王文之试探地问。没有父母。张小雨的声音忽然老了10岁，低沉而冷淡。怎么会没有？每个人都有父母啊！王文之着急地追问。对我来说，他们就是不存在的人。张小雨停下手里的动作，目光复杂。阿姨，我们不聊这个话题好吗？王文之看到张小雨眼中的抗拒，心如刀绞。果然，女儿还在恨他们。对不起，是我不该问的。他轻声道歉。没关系。张小雨重新开始工作，但空气中的气氛已经变得尴尬而紧绷。那次之后，王文之又去了几次美容院，但张小雨明显疏远了。虽然依然专业，但不再主动交谈，是安静地做着手上的事。王文之知道可能是自己问的太多，引起了女儿的怀疑。他决定暂时不再去美容院，以免让女儿更加警觉。可是不去，他又不甘心。
于是王文之开始在下班后悄悄跟踪张小雨，想了解她的生活。他发现每天下班后张小雨都会去菜市场买菜，然后回到一个环境优美的小区一天王。文之跟到小区门口，远远看见张小雨和一个男人一起走进去。那个男人看起来30多岁，穿着西装，成熟稳重的样子。王文之的心一沉，女儿有男朋友了还是已经结婚了？他更想知道女儿的生活，可又不敢贸然上前，这种纠结与折磨让他夜夜难眠。就在这时，一件意外发生了。那是一个周末，王文之在商场加班快到中午，他在1楼看到张小雨匆匆走进来，脸色焦急。张小雨直奔服务台，嘴里急切地说着什么。王文之悄悄靠近，听见他在问有没有人捡到一个小女孩。什么样的小女孩？工作人员问。大概5岁，穿着粉色裙子，扎着2个小辫子。张小雨的声音都在发抖。她是我女儿，我们刚才走散了。王文之愣住。了，张小雨有女儿，那她有外孙女了。您别着急，我们马上广播寻找服务台工作人员，很热心。广播响起后，整个商场的人都在帮忙找那个小女孩。王文之也加入了寻找队伍，比任何人都焦急。半小时后，有人在4楼儿童游乐区找到了小女孩。小女孩一看到妈妈，立刻哭了出来。妈妈，我找不到你了，好害怕。他扑进张小雨怀里，张小雨紧紧抱着他，眼泪止不住的流。宝贝，对不起妈妈，不该松开你的手。远远的看着这一幕，王文之心情复杂极了。女儿成了母亲，而他居然连外孙女的存在都不知道。小女孩很可爱，大眼睛，小脸蛋儿，红扑扑的，活脱脱是小时候的张小雨翻版妈妈。刚才那个奶奶一直在帮忙找我小女呲，还天真的指着王文之的方向。张小雨顺着女儿的手看去，恰好与王文之的目光对上。那一瞬间，王文之看到他眼中闪过一丝惊讶，仿佛认出了什么。谢您。张小雨抱着女儿走过来，对王文之说，不用谢，应该的。王文之努力保持镇定，但目光忍不住落在小女孩身上。小女孩也好奇地看着她，奶奶，你为什么哭了？小女孩问王文之，这才意识到自己眼泪早已滑落，赶紧擦了擦。奶奶是高兴你找到妈妈了，高兴地哭了。奶奶真好，小女孩天真地笑着说。张小雨抱紧女儿，对王文之点了点头，转身要走。等等，王文之忍不住叫住她。张小雨回头，眼神中有种复杂难言的情绪。你女儿几岁了？王文之问。5岁。张小雨回答。可爱。王文之努力挤出一个笑容。您真幸福。张小雨只是看了他一眼，没有回应，抱着女儿离开了。看着母女俩的背影，王文之的心里五味杂陈。女儿有了，孩子有了新的生活，他应该高兴才对，可心里却空落落的。那天晚上，王文之给王继明打了电话，继明小雨有孩子了，一个5岁的女儿。他声音发颤地说，真的，那我们有外孙女了。王继明的声音透着激动，是啊，可爱极了，特别像小时候的小雨。王文之一想到那个小女孩，心都软了，那说明小雨现在生活的还不错，有孩子就有了依靠。王继明分析着，可是王文之却犹豫了一下，我觉得他认出我了。什么意思？今天他看我的眼神不一样，好像知道我是谁。那他有什么反应吗？没有，就是看了我一眼，然后就走了。王文之叹了口气，继明，我真的好想抱抱外孙女，我懂你的心情，但我们不能勉强她。如果小雨真的认出你了，他会自己做出决定的，我们要相信他。挂了电话，王文之翻来覆去睡不着，脑海里全是小女孩的模样，还有张小雨复杂的眼神。第二天是星期一，王文之是照常上班，他没有再去3楼的美容院，而是专心做着清洁工作。快到中午的时候，正在拖地的他忽然听到有人在叫阿姨。王文之回头看到张小雨站在他身后。今天的张小雨看起来很憔悴，眼睛红红的，像是哭过。小张，你怎么下来了？王文之语气里带着一丝慌张和不安。我有话想跟您说。张小雨的声音是的像风拂过耳畔。您现在有空吗？王文之点了点头，跟着他一起走出商场，来到外面街角的一家咖啡厅。两人坐在窗边，面对面，空气像被厚重的回忆压的沉甸甸的。阿姨，我想问您一个问题。张小雨直视着王文之的眼睛，声音平稳，却透着一股紧张。您真的有个女儿吗？王文之的心跳突然加快，脸上的表情是
凝住了有啊，怎么了？那你女儿叫什么名字？张小雨追问王文之，迟疑了一下，缓缓开口。王小雨听到这个名字的瞬间，张小雨的泪水猛然涌出，她死死咬着嘴唇，努力控制着不让自己哭出声来。您是王文之，她的声音开始颤抖，而王文之已经忍不住了，眼泪如断线的珠子啪嗒啪嗒落下。小雨，我是妈妈。妈找了你整整12年，她的声音里满是颤抖与哀伤。张小雨怔怔地看着她，泪水止不住地滑落，母女对望，仿佛时间在那一刻停住了许久之后，张小雨才终于开口：您是怎么找到我的？我在商场工作时无意中看到了你。王文之哽咽地说，你的胎记还有你的模样，我一眼就认出来了，我改了名字，您还能认出我？张小雨苦笑，眼里闪着难以言说的情绪。你是我女儿啊，我怎么可能认不出来？王文之泪眼婆娑，伸手想抚摸张小雨的脸，但张小雨偏过头，轻轻躲开。您别这样。他退了一些，低声说，我们已经12年没见了，小雨，妈妈知道错了，当年的事都是妈妈的错。王文之痛哭着说，你能原谅我吗？张小雨摇了摇头，声音冷淡却坚定，有些事不是对不起3个字就能弥补的。那你这些年过得怎么样？受苦了吗？王文之满眼担忧。听到这个问题，张小雨沉默了片刻，眼神复杂。我过得还行吧，你有孩子了。张小雨点了点头。那孩子的爸爸呢？王文之小心翼翼地问。话题一转，张小雨脸色变得更加苍白，垂下眼帘，声音几乎听不见。我们离婚了什么？王文之惊呼。为什么？说来话长。张小雨不愿多说。总之现在就我和我女儿2个人。王文之的心仿佛被什么刺痛了一下。那你们的生活呢？有没有困难？需要妈妈帮忙吗？不需要。张小雨斩钉截铁，我可以照顾好我自己和我的女儿。可是没有。可是张小雨打断了他，我们已经是2个世界的人了，你有您的生活，我有我的，你还在恨妈妈吗？王文之声音哽咽。张小雨沉默了很久，低声说，我不知道。那你能不能给妈妈一个机会，让妈妈补偿你？怎么补偿？张小雨冷笑，您能让我回到16岁重新选择吗？您能让我没经历那些苦吗？王文之张了张嘴，哑口无言。是啊，失去的青春，破碎的伤口，不是几句忏悔就能抚平。我知道我们亏欠你，但你也是一个母亲了，应该能理解做父母的心情。王文之尽力劝说理解。张小雨眼中闪过怒意。您知道我这12年是怎么熬过来的吗？您知道我经历了什么吗？王文之摇摇头，他确实不知道。您什么都不知道。张小雨的眼里满是控诉。所以您没有资格要求我原谅。那你能不能告诉妈妈，告诉我你这12年都经历了什么？张小雨轻轻摇头，没必要说了，说出来也没用，只会让您更愧疚。妈妈不怕愧疚，妈妈只想知道你现在好不好？王文之的眼泪再次滑落。张小雨看着他痛苦的模样，心里也不是滋味。毕竟是亲生母女，12年的分别终究没有彻底斩断这段血脉的牵挂。算了，过去的事儿就过去吧。张小雨擦干眼泪，我们各自过好各自的生活，就这样吧。不行，王文之突然站起来，情绪激动，我不能再失去你一次了。小雨，求求你，给妈妈一个机会好吗？他的声音高了些，引来咖啡厅里其他客人的注意。张小雨有些尴尬，赶紧拉他坐下。您别这样，让人看笑话。我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我，只在乎你。王文之紧紧握住他的手。小雨，妈妈真的知道错了。如果当年我坚持让你读书，你也不会离家出走，更不会受这么多苦，都是妈妈的错。这句话终于戳中了张小雨的心，她的泪水又一次夺眶而出。她想抽回手，但王文之握得很紧。您松开。张小雨低声说，我不松，我怕一松手你又不见了。王文之哭着说12年了，妈妈每天都在后悔，在想你。你知道妈妈这些年是怎么熬的吗？看着母亲憔悴苍老的样子，张小雨的心渐渐软了下来，但那种被撕裂过的痛不是轻易能愈合的。那你想我怎么样？张小雨轻声问。我想重新做你的妈妈。王文之郑重地说，我想照顾你，照顾我的外孙女，想把这12年的空白补回来。张小雨苦笑一声，您觉得可能吗？我们都变了，早已不是12年前的我们了。人会变，但血缘不会。你永远是我的女儿。王文之目光坚定。张小雨陷入了沉思。12年了，他曾无数次幻想再见父母时的场景，以为自己会愤怒离开，头也不回。可真正见到面，他才发现自己没有想象中那么决绝。他看着王文之，发
发现母亲的发丝以花白脸上爬满岁月的痕迹。我需要时间考虑。张小雨最终轻声说：好，你考虑妈妈。等你。王文之连连点头，不管多久，妈妈都等你。张小雨站起身准备离开，王文之也赶忙站起来。小雨，你的电话能给妈妈吗？张小雨犹豫了一下，最终还是缓缓说出了自己的号码。王文之飞快地记下，仿佛是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。妈妈不会常打扰你，只是想知道你和孩子过得好不好。张小雨点了点头，没有再说什么，转身离去。王文之站在原地，眼神久久停留在女儿渐行渐远的背影上，内心五味杂陈。多年后的重逢终于实现，可女儿那疏离冷淡的态度却如一盆冷水，将她的喜悦浇灭得七零八落。她心中一边欣慰一边忧虑，仿佛站在喜悦与忧伤的十字路口，不知该往哪边走。那一晚，王文之辗转反侧，整宿未眠。他一遍遍地看着手机，想着要不要拨个电话给女儿，却又怕太唐突会引起反感。最终他鼓起勇气发了一条短信：小雨妈妈想你。没过多久，张小雨回复了3个字：我知道。就是这简简单单的3个字，却像一束光照进了王文志的心里。他激动的眼眶发热。女儿肯回信息，说明心里还是装着妈妈的可希望。刚点燃没多久，现实就泼了一瓢冷水。接下来的几天，张小雨再也没有回过任何信息。王文之不敢多发，只怕惹女儿烦了。他在商场工作，每天都忍不住往3楼的方向张望，期待能再见到女儿的身影。可张小雨仿佛刻意在躲避，几日未现身。他焦急万分，索性跑到女儿工作的美容院去打听。前台告诉他，张小雨请假了，说有私事要处理，什么时候回来。我们也不清楚。听了这话，王文之心更慌了。不会是要搬走吧？不会是打算带着孩子离开这个城市吧？他想去女儿住的小区看看，却又怕被发现，心中左右拉扯如坐针毡。就在此时，手机忽然响起，是张小雨打来的电话。那一刻，王文之的心差点跳出胸口。妈，王阿姨，你现在有时间吗？电话那头的声音里隐隐带着一丝犹豫，仿佛妈字差点脱口而出。有，我有时间。王文之激动的语无伦次。我想让你见见我女儿。张小雨轻声说完便挂断了电话。下午3点，中央公园儿童游乐场。王文之2点就早到了，焦急的在附近徘徊，心跳如鼓。3点整，张小雨牵着一个小女孩走了过来。小女孩穿着一条明亮的黄色连衣裙，扎着2条俏皮的马尾辫，像一只欢快的小鸟跳跃在人群中。她歪着头问妈妈：那个奶奶是谁呀？是妈妈的朋友。张小雨蹲下身子，轻声对女儿说：你去跟奶奶打个招呼好吗？小女孩乖巧的点了点头，蹦蹦跳跳的跑到王文之面前：奶奶好。你好啊，小宝贝。王文之赶紧蹲下身子与她平视：你叫什么名字呀？我叫张默默。小女孩脆生生的回答，声音如银铃般悦耳。默默，好听的名字。王文之努力压抑着激动，生怕自己太过情绪化吓到孩子。奶奶，你的眼睛怎么红红的？梦梦仰起头，疑惑地问奶奶：是太高兴了，遇到梦梦这么可爱的小朋友。王文之勉强挤出一个笑容。梦梦咯咯一笑：奶奶真好玩。张小雨站在一旁看着母亲与女儿的互动，心情复杂难言。他能看出王文之是真心喜欢梦梦，那种从内心深处流露出的疼爱无法伪装。梦梦，你想玩滑梯吗？王文之轻声问。到梦梦眼睛一亮，兴奋地点头，想那奶奶陪你一起去好不好？好呀。梦梦用力点点头，小手被王文之牵着，软软的暖暖的。王文之的心几乎要融化。游乐场里，王文之陪着梦梦玩了许多项目，梦梦玩得特别开心，一直紧紧拉着奶奶的手，舍不得松开。奶奶，你会一直陪我玩吗？梦梦抬头问，眼神纯净的让人心疼。王文之望了一眼远处的张小雨，一时间竟不知如何回答。奶奶很想一直陪梦梦，可是梦梦接话问，可是奶奶要工作，不能每天都来陪你。王文之轻声说道：那奶奶下次还会来吗？梦梦眼神暗淡下来。如果梦梦的妈妈愿意，奶奶一定来。王文之含着希望的看向张小雨。梦梦跑回妈妈身边，拉着她的手晃了晃。
妈妈，我喜欢这个奶奶，让她下次还来好吗？张小雨望着女儿那双充满期待的眼睛，沉默片刻，终是点了点头。好，王文之听到这个回答，眼泪险些滑落，女儿终于点头，愿意让她再见外孙女。时间过得飞快，天色渐暗，张小雨说要回家了。梦梦依依不舍地对奶奶说：“奶奶再见，下次还要陪我玩哦。”梦梦跑上前紧抱住王文之，那个温暖的拥抱仿佛融化了他心底所有的苦涩。奶奶，你抱得太紧了。梦梦笑嘻嘻地说：“对不起，奶奶太喜欢。”梦梦了。王文之红着眼眶道：“我也喜欢奶奶。”梦梦甜甜的回应。张小雨牵着女儿准备离开，王文之跟在后头，忽然轻声唤道：“小雨！”张小雨回过头：“谢谢你让我见梦梦。”王文之真挚地说道：“塞。”张小雨没有说话，只是轻轻点了点头，然后牵着女儿转身离去。望着母女俩渐行渐远的背影，王文之心里一半是满足，一半却是失落。满足的是终于见到了梦梦孩子如此可爱，失落的是女儿对自己仍然冷淡。当天晚上，王文之兴奋地将这件事告诉了丈夫王继明：“咱们的外孙女太可爱了，她叫梦梦，长得是特别像小时候的小雨。”真的，那太好了。王继明在电话那头也显得十分激动。小雨怎么样？态度好点了吗？还是有点冷，不过比上次好一些，至少他愿意让我见孩子了。王文之一边回忆一边分析：“那就是一个好的开始，别着急，慢慢来。”王继明柔声安慰道：“我就是想知道这些年他到底经历了什么，怎么会走到是离婚这一步。”王文之叹息：“他不愿意说，你就别问了，等你们的关系好一些，他自然会告诉你的。”王继明劝道。挂了电话，王文之躺在床上，脑海里反复浮现梦梦的笑脸、女儿复杂的神情，还有那个温暖的拥抱。他下定决心，明天去给梦梦买些小礼物，下次再见时送给她。而与此同时，在另一个房间里，张小雨也辗转难眠。梦梦洗完澡，躺在床上与妈妈聊着天。妈妈，今天那个奶奶真的很好玩，她为什么叫你小雨啊？张小雨愣了一下：“你听见了？胖的奶一直叫你小雨，可妈妈不是叫张小雨吗？”张小雨不知如何作答，迟疑了一下：“那是奶奶的习惯哦。”梦梦似懂非懂的点了点头，眼皮一合，甜甜的睡着了。而张小雨却怎么也睡不着。“妈妈，我们下次还能见到那个奶奶吗？”梦梦仰头问道，小脸上满是期待。“想见她吗？”张小雨轻声问风：“她很温柔，还陪我玩了好久。”梦梦犹豫了一下，小声补充道：“而且我觉得她好像快哭了，是不是一个人很孤单啊？”孩子的细腻与敏感让张小雨一愣。确实，今天王文之一直努力压抑情绪，却还是被梦梦察觉到了。“妈妈，我们能不能多陪陪那个奶奶？她看起来好可怜。”梦梦认真地说，眼神里满是天真与同情。女儿的话深深打动了张小雨，她的善良。张小雨想起了小时候的自己，那时的她也是看到谁可怜就忍不住想帮一把。“好，我们下次再去看她。”张小雨答应了。“太好了。”梦梦高兴地亲了一下妈妈。妈最好了。可等梦梦睡着之后，张小雨却怎么也睡不着。今天与王文之的相见让他心潮起伏。12年了，母亲真的老了许多，脸上布满了岁月的痕迹，眼神中透着藏不住的疲惫，一看就知道这些年他过得也不轻松。还有今天他看梦梦的眼神，那种发自心底的疼爱，让张小雨不由自主地想起了小时候那时的王文之，也是那样爱他，会给他梳头发，会陪他玩耍，会在他生病时整夜守在床边不敢合眼。可是后来为什么一切都变了呢？为什么要逼他嫁给一个他根本不喜欢的人？张小雨想起那个晚上父亲甩来的那一巴掌，母亲当时的沉默。如果那时他能站出来保护自己，是不是一切会不一样？想到这里，张小雨又有些愤怒，但一想到今天王文之眼角的皱纹与眼神中的落寞，他又软下了心。算了，就当是为了梦梦吧。他轻声对自己说，孩子需要更多亲情的养。于是张小雨拿起手机给王文之发了一条信息：“梦梦很喜欢你。”很快对方回复了：“我也很喜欢梦梦，谢谢你让我见她。”张小雨望着这条信息沉默良久，最终他回复：“这个周末如果你有空可以再来公园。”王文之看到这条信息，激动的几乎跳起来。女儿主动邀请他了，这是不是说明自己在他心里还是有位
是的，他立刻回复好的，我一定来。发完信息后，他在床上辗转反侧，激动的睡不着，满脑子想着周末要给外孙女买什么礼物，玩什么游戏。他也在想要怎么才能让女儿真正原谅他，让这个破碎的家重新团圆。可是他并不知道，真正的考验还在后面。张小雨这些年的经历远比他想象的要复杂，要痛苦，而那些隐秘的往事也即将在不久之后被一一揭开。周末如约而至，王文之比约定时间早到了整整1个小时。他拎着一个大大的袋子，里面装满了给梦梦买的小礼物，漂亮的裙子、可爱的发卡、彩色画笔和画本，还有各式小零食。远远的他看到张小雨牵着梦梦走来，梦梦今天穿着一条粉色连衣裙，蹦蹦跳的样子像极了一只快乐的小兔子奶奶。梦梦一看到王文之便松开妈妈的手，飞快地跑了过来。王文之立刻蹲下身子，张开双臂，梦梦扑进他怀里，给了他一个大大的拥抱。梦想奶奶了吗？他轻声问。想梦梦响亮地回答，小手指着他手中的袋子，奶奶这是什么呀？是奶奶给梦梦准备的小礼物。王文之把袋子递给梦梦，梦梦兴奋地一件件翻看，哇，新裙子还有画笔，妈妈快看，奶奶给我买了这么多东西。张小雨走过来，看到袋子里满满当当的礼物，皱了皱眉，说您不用买这么多的，没关系，我高兴。王文之笑着说，梦梦喜欢吗？喜欢，超级喜欢。梦梦已经迫不及待地拿出画笔，妈妈我现在可以画画吗？张小雨点点头，可以，不过要先谢谢奶奶。谢谢奶奶，梦梦甜甜地说，然后在王文之脸上亲了一下。那一吻让王文之的心都化了，他轻轻摸着脸颊，眼眶悄悄泛红。我们去那边的长椅上画画吧。张小雨提议，3人来到公园的一张长椅前，梦梦坐在中间，认真地画着画。王文之和张小雨分坐两侧，气氛一时有些沉默。小雨，王文之迟疑着开口，您别这么叫我。张小雨低声说，梦梦会听到的。那我叫你什么？叫我小雨就好。王文之点点头。小雨，这些年你过得好吗？张小雨望着远处的天，是。空沉默了一会儿，还行吧。你丈夫他对你好吗？王文之小心翼翼地问。我们离婚了。张小雨声音平静，他对我不好。王文之心头一紧，他打你了吗？张小雨摇摇头，不是那种不好，是他。顿了顿，算了，不说这个了。王文之不敢再问，生怕触碰到女儿的伤口，转头看向正在专心画画的梦梦。梦真可爱，像你小时候。您还记得我小时候的样子？张小雨有些惊讶。当然记得。王文之眼中浮现出久远的回忆。你小时候也喜欢画画，经常一画就是一下午。那时候家里条件不好，买不起彩色笔，你就用铅笔在废纸上画。张小雨的目光柔和了一些。记得那时候您总说我画的好，是啊，你画的特别好。有一次你画了一只小猫，特别像我，还把它贴在墙上，很久都舍不得摘下来呢。这段共同的回忆让母女间的距离拉近了一些。张小雨看着王文之，忽然觉得他眼中的确藏着真诚的怀念。妈，我画好了。梦梦举起画纸，兴奋地展示，这是奶奶，这是妈妈，这是我。画上是3个手牵手的小人，虽然线条稚嫩，却温馨满满，画得真好。王文之由衷赞叹，梦梦真棒，奶奶好喜欢。梦梦把画递给奶奶，送给你。王文之接过画纸，眼眶湿润。谢谢梦梦，奶奶会好好珍藏的。他小心地将画纸对折，郑重地放进钱包里，仿佛收起了全世界最宝贵的宝物。梦梦开心地笑着，又从袋子里拿出那条新裙子。妈妈，我可以穿这个吗？可以，但要小心，别弄脏咯。张小雨叮嘱道。张小雨蹲下身，小心翼翼地为女儿换上那条新买的连衣裙。梦梦穿着裙子在原地转了一圈，裙摆轻轻扬起，像一朵盛开的花。妈妈，我好看吗？她睁着一双亮晶的眼睛问道。当然好看，梦梦像个真正的小公主。张小雨笑着摸了摸女儿的头。那奶奶和妈妈也是公主吗？梦梦眨着眼睛认真地问。王文之忍俊不禁笑着说，是啊，那我们一家3代都是公主了。梦梦天真的一席话让张小雨和王文之都笑了。3代人之间仿佛被春风拂过，时光柔和，他们一起去了公园。梦一手牵妈妈，一手牵奶奶，荡秋千，滑滑梯，像只欢快的小鸟。王文之尽力陪着外孙女玩。梦梦开心的笑着喊奶奶，再高一点，那笑容如阳光洒进王文之
的心里，张小雨望着母女俩互动，感慨万分。她从没想过12年后还能看到这一幕。回家路上，梦梦突然问奶奶：“可以去我家吗？我想给你看我的房间。”张小雨迟疑，王文之眼中闪过希望。最终，张小雨点头答应，只能待一会儿梦得早点睡。这是王文之第一次被女儿邀请进家门，意义重大。进门后，梦梦拉着奶生关房间，处处透着温馨与童趣，这些都是妈妈买的。梦梦骄傲地说。王文之看着女儿，眼中满是感激。梦梦去洗澡后，母女二人坐在客厅，短暂沉默后，王文之低声道：“谢谢你今天让我来。”张小雨点头。梦梦很喜欢您，我也很喜欢他。你一个人带孩子很辛苦，如果你愿意，我可以帮你。王文之眼里满是心疼。小雨犹豫了一下，终于开口讲述了这些年的经历：离家出走，被骗逃亡，流浪遇人不淑，遭遇家暴，直到独自怀孕带梦梦长大。王文之听得泪流满面，心如刀绞，满是愧疚。对不起，都是妈的错，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。张小雨轻声说。梦梦洗好澡出来，打破沉重气氛：“奶奶讲个故事好不好？”在温柔的讲述中，梦梦说安然入睡。王文之轻轻吻了梦梦的额头，走出房间，对张小雨说：“我可以常来看他吗？”张小雨点头：“可以，但不要太频繁。那周末来1周1次好。”这一刻让文之热泪盈眶。那晚，她拨通丈夫王继明的电话，将一天的经历如实讲述。两人都意识到是时候为女儿和外孙女做些什么了。接下来数周，王文之定期探望梦梦，母女关系逐渐缓和。某个周末，张小雨甚至提出：“下周您带爸爸一起来吧。”王文之震惊，12年来女儿第一次叫他妈，也第一次主动提起父亲。他变了吗？张小雨问。变了，他这些年一直在自责。那我们下周一起吃顿饭吧。那天王继明早早到了餐厅，看到女儿牵着外孙女走进来，瞬间泪如雨下。张小雨轻声叫了句“爸”，这声称呼像一把钥匙解开了他心中的结。王继明泣不成声，反复道歉。梦梦怯生生地叫了声爷爷，收下了礼物，一套绘本，3代人团聚，温馨而感人。饭后父女和解，张小雨轻声说：“爸，我们重新开始吧。”从此，王文之与王继明每周都会来看望母女俩。梦梦也渐渐爱上这对慈祥的祖父母。王文之常想，如果那天在商场没有鼓起勇气相认，这一切可能永远不会发生。人生有时就差那一步勇气，而他终于明白，爱与坚持总会迎来迟来的圆满。